随着果敢同盟军全线攻入腊戌城，腊戌战役也已经进入了最艰难的对大型指挥部攻坚战和巷战阶段。同盟军与缅军在腊戌西南侧、南侧、东侧、东北侧和北侧持续爆发冲突。同盟军目前进行的腊戌战役可以说是东南亚近50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攻防战，必将载入东南亚乃至亚洲战史。腊戌缅军虽然全面退入城区，看似丧失了主动权，但实际上腊戌城内有多个大型阵地群，而且互为犄角之势，能够互相驰援。我们从腊戌缅军主要营盘的分布区域也可以看出，四面八方都有牢固据点，简直可以说是一只难啃的乌龟壳。因此，同盟军要想夺取最终胜利，并非易事。目前，同盟军在全面拔除腊戌外围据点后，三大主力已经在腊戌城区会师，其中611旅与211旅在12堡会师，主攻缅军68团部和 AD 桥附近据点。311旅和211旅则在城南一堡会师，对缅军41营和大佛塔附近的据点展开定点拔除。在7月21日的战斗中，双方围绕城南41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。据悉，腊戌缅军参谋长丹京温上校也在战斗中阵亡，这可以说是腊戌战役20天以来缅军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。同盟军动用无人机编队对缅军据点内部实施打击，缅军则利用据点内的临时炮兵阵地进行反击。交战区域附近腾起滚滚黑烟，双方战况十分焦灼。同盟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大佛塔41营和城南马阔长途汽车站，同盟军已经基本控制了腊戌至曼德勒公路出口。而在腊戌城北侧的 AD 桥合成东北的68团指挥部，同盟军也取得了很大进展。在拿下了缅军68团外围部分阵地后，正进一步向12堡腹地挺进。过去半年，缅军添建了多处外围临时据点群，在接近核心阵地时，往往要先清除这些临时据点。同盟军占领腊戌机场东侧曼纳星寨、海嘎、橡胶厂部分据点后，继续渗透老城，向腊戌机场进发。至少有10多发107火箭弹落入机场围栏内。由于这里十分接近缅军司令部，缅军实行了焦土策略，曼纳星寨大片民房被缅军的炮弹夷为平地。另外，在腊戌城南5堡507营，同盟军211旅继续围攻缅军指挥部。随着41营的丢失，缅军已经不能形成联动。腊戌城东7堡912营，同盟军进攻逐渐犀利，缅军912营已经无力支撑。7月23日，缅媒最新报道，辎重营、41营、552营、507营、912营、68营已经全线失守，同盟军距离缅军司令部咫尺之遥。具体信息还需要进一步确认。与此同时，缅甸名义上的代总统吴明绥表示，因身体健康原因无法履行职责，已将总统的责任和职权移交给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。这意味着敏昂莱现在成了缅甸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人。另外，需要引起同盟军警惕的是，传言缅军将出动1.5万人部队通过北善邦军控制的孟牙方向增援腊戌，而同盟军南下支队1500人左右已经前往堵截。面对战事不利的情况，缅军再次出动战机轰炸果敢同盟军大后方老街东城，这也是腊戌战役以来果敢老街遭遇的第2次空袭，大量房屋被毁，伤亡人数还在统计当中。还有一条重大消息是，腊戌缅军1名中校、2名少校、5名上尉在内的317人21日向同盟军投诚，并表示愿意参加同盟军投身革命，推翻敏昂莱政变集团的独裁统治。同盟军政治部前线工作组接收该批人员，并详尽阐述了同盟军的优待政策和投诚奖励政策。第一点，坚持邻邦国家不分裂。第二点，积极参与建设各民族享有高度自治权利的民主联邦制国家。对于主动放下武器投降的敏昂莱武装成员，我军将给予人道主义优待；对于主动投诚的敏昂莱政变武装成员，给予人道主义优待，保证生命安全。兄弟们，这我就是腊戌饭。没有人知道我曾走过的路有多无助和崩溃，也没有人在意这个过程，他们只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：你变了。